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天津卫视大型情感节目《爱情保卫战》。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的视频号，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呢，我们导师会来到直播间，为您的情感来答疑解惑，还有机会连麦互动。好，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嘉宾们遇到了怎样的困惑，请开门。欢迎大家。本期第一对情感嘉宾，于先生41岁，来自天津，自由职业；刘女士36岁，来自天津，待业。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情感困惑呢？你们这次是谁主张来我们节目的？我想来，他不想来，他特别要面子，他的面子比我重要10倍。但是我们再不来解决，感情没了，要面子有什么用？我拽来的，我也只能喝出去了。反正今天说痛快了，回去我好好过就行。那你们这次来想解决什么矛盾？我特别惧怕另一半喝酒，因为他喝酒，我们俩吵得都快麻木了。还有就是他有前妻，有孩子，我没前夫，没孩子，我想融入他的生活，他总拿我当外人。他老想让我当个情圣，跟他说话得嘴上抹蜜，我当不了那妻管严。我觉得我对他够好的。所以你今天是不服气才来的。行吧，让女方先聊一聊吧。就是他以前我俩刚在一起的时候，那会儿开那个网约车那会儿吧就挺好的，跟我一块照顾我父亲啊什么的。后来就慢慢就开始喝酒，一喝到晚上11、12点。开车还能喝酒啊？现在是自由职业嘛，就是也不是天天有应酬，就不开车了哈。现在对，现在不开网约车了。我不是天天喝酒。我是有事儿了出去应酬，有时就不固定，但是有一回1个星期喝了5天，然后这期间也不告诉我就是在哪喝的，跟谁喝的，也不跟我说，就是喝完以后呢，然后就给我打电话让我去接。当你不理解我的时候，我就得喝酒去。他总有理，然后就想1周5天不理解你是吧？就喝5天酒。也不是，就是我有时候你说大老爷们在社会上跑自由职业者。在外面难免有个应酬，打电话出去，对他每次都这么说，我不得去吗？然后就情绪低落了嘛，高兴也喝，不高兴也喝。然后跟朋友喝酒呢，就是想看看有没有就是稳定的工作，然后就喝。肯定是正事儿，我喝酒去。但是他也不跟我说是什么事儿去喝，反正就一直喝。你们俩在一起多长时间了呀？2年。以前喝的少。对，以前就是和朋友出去吃个饭，吃完饭就回来了。现在就是11、12点，一喝就喝到11、12点。酒量好吗？酒量不行，但是他属于酒量不行，敢喝，能喝的。就朋友就在我认为，朋友就比我重要。就除了这个喝酒这事儿啊，就是以前对你父亲照顾还很好是吧？以前就是我爸爸也是因为这个喝酒，就是得了脑梗。然后就现在去世了嘛。还有我前夫也是因为喝酒，然后本身他肝也不好，我让他去体检他也不去。所以你听着喝酒就挺害怕的是吧？对，就对酒比较反感，就挺讨厌的。再加上我也是关心他身体，本身肝也不好。红酒症了已经，知道吗？难道你上一段婚姻也是喝酒喝垮的吗？对，就是他喝完酒以后，后来就转那个尿毒症，后来就去世了。哎呦，这您的前夫？对，前夫。那也太年轻了。也是我劝说他不让他喝，他也不听。这个他喝完酒以后，就除了对身体也肯定有不好的影响啊。他会比如闹事儿啊，或者是撒酒疯吗？喝完酒以后就找前妻，跟我倒不耍酒疯。找谁？喝完酒以后找谁？找前妻。找我前妻去。我找前妻呢，不是说非要让你生气，那是你想多了。但是那是因为我找前妻要一些个东西，要一些个手续，你为什么前妻不给我？但是你白天为什么不要？你为什么就得喝完酒去找他要？我就认为你喝完酒你找他，是不是心里还有他？他喝了酒之后才有胆要。他自己去，完了他还给我打电话。我打电话是为了让你接我去，我知道我喝酒了。他给我打电话那意思要我去接他去，就是想表现给我看。你看我喝完酒跟前妻才这样，你说那些东西跟你不这样。自个儿的想法，你想太多了。你跟前妻这个面对面了吗？没有。但是人家前妻在楼上能看得见呀。人一看你也来了，你什么意思？那肯定是你撺掇他来的。他管不着啊，问题。后来以为我是那个母老虎这种行为，后来呢，人家有儿子交给你这种母老虎，人肯定也不放心。儿子是归前妻还是归你带啊？儿子是在他现在和爷爷奶奶生活。这挺有意思的啊！这喝多了酒，把前妻和现任搅和在一块儿，你这也挺能整的，先生啊。这是偶尔的一次，偶尔的一次，也不道歉。
也不道歉是吧？啊，也不道歉，嘴特硬啊，也不说。他们家有一个挺大的一个全家福，我就觉得你这全家福，就别提这相片的事儿了。这个相片，他一提他就不要提，碍不着咱俩的事儿。就这个全家福，包括他就是父母，还有前妻，还有孩子什么的全家福。然后咱俩刚认识，挺妥协这件事儿。就在一起2年了，这个点吗？就我就觉得在一起2年了，你全家福也不摘，你就一直在那挂着，你是不是就拿我当外人了？我主要是为了孩子，孩子不让摘。那就不摘了。我说反正他也不介意。孩子又不是2、3岁，孩子11岁，你可以跟孩子沟通，慢慢说呀。他们没有说的那意思，他们就是问他一句，然后孩子不愿意摘，那就可以不摘。孩子知道您离婚了吗？知道，都见过我，然后跟我也总出去玩。孩子接受你吗？接受，跟我挺好的。就有时候我们还就是我们俩一起带着孩子出去玩。那你说做后妈的想和孩子融洽，那不就砸钱吗？您先别说后妈，这没结婚的吧？没结婚，那就是一阿姨。但是我就是把自己当成一个就是这个角色。太主动了，你这人太着急了，你还嫌人家着急，人对你孩子好，你还嫌人着急？不是你好，你得分怎么好啊？这就是我给孩子就是想买玩具，我就买。孩子说吃什么好吃的，我就给依着就去。你说这我更不耐听了。你买玩具，你吃东西，你得跟我商量商量，你不能太宠他。那你说作为我条件，你得按条件走。有一次就是孩子想吃烤肉，然后就跟我说了，我就带着就去了，他就不行了，他想喝拉面。然后我等孩子去了，他就说我不懂事儿，说我太宠爱孩子了。那孩子要星星你也在，我那是一码事儿吗？那怎么不是一码事儿？再说咱俩换位思考。咱俩现在你给孩子家弄完了，假如说有一天咱俩不在一起了，那孩子怎么办呢？孩子告诉我就他对我好，那也不能让孩子回家跟奶奶小说就是后妈对我不好吧？我就跟他说，我咱俩换位思考，你考虑考虑我。他告诉我换位思考不了。然后他就扭头他就走了，他就把我们俩扔那饭店了，他就走了。我跟你在这矫情。最后就是我回家了，我回家了以后，我想让他给我道歉，结果他没给我道歉，他让孩子给我道歉啊！他用孩子拿他手机给我发信息道歉。我让孩子跟你道歉，不就等于我跟你道歉一样吗？那能一样吗？你们评理，那能一样吗？那孩子会不会想这个人？你看请我吃完烤肉，还跟我爸闹意见，完了我还得道歉。孩子管他叫小魔仙。巴拉巴拉小魔仙，对，就能变出来好吃的东西的玩具是吗？对。哎呦，你这挺成功呀！对，本来我和孩子就是关系处的挺好的，人家挺喜欢孩子的，是不是？他是不是还挺喜欢你儿子啊？对，因为我也是到现在没有孩子，方式方法需要沟通哈。对。他也没跟我沟通，他跟人说你这样不行啊，他没有，他就跟我大喊大叫，就跟我在饭店就急眼了。孩子也不容易，就说我不懂事儿。我属于直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那我那场合，你这样说我接受不了。过生日也是，孩子过生日，我就问他啊，我这个身份我得买点啥？他告诉我买个蛋糕吧，我行。买完蛋糕以后，他们一家拿着蛋糕给孩子过生日，就把我放家里了。或者你告诉我啊，过生日肯定得有前妻在，他也没跟我说。就说白了，没跟他解释清楚，就没跟我说，我就认为是他们一家过的。但是我傻么呵呵，我买个蛋糕去了，你也不说我。咱也没说你坏呀。哎，不是。这么一听，就是你男朋友和他前妻离了婚以后，关系处的还可以，是吧？不是可以，不都是为了孩子吗？那他算家人吗？算呀。那你们家人吃饭不带着你家人？那也不能弄俩媳妇搁那儿。俩媳妇儿，你这话说的，前妻也算前妻也算媳妇儿，对吧？前妻是原来的前妻啊。还有什么矛盾吗？你们之间？他之前跟我一起照顾我父亲都挺好的，那现在就是嘛也不干，在家里头甩手掌柜啥也不干。好不容易我给他一个机会让他照顾我吧，就有一次我发高烧我40多，然后他呢把我妈妈接来了，他跟朋友去石家庄看球去了。那不是40度，30就算是低烧。你甭管多少度，我肯定是发高烧呀。我给你把药也买了，然后我也看了你那能一样吗？那不得需要你在身边然后递给我这个药吗？不是说看球去。我那是一项工作，我是本身有一个球队的，那都过了1个多星期以后才跟我说。我担任的是队伍。他跟我说的就是跟朋友去看球，然后一开始告我去1天，结果那个朋友在那儿有事情，结果又待了好几天。我也给你打视频了，我也看你，哎呦，那能一样吗？问题是那能一样吗？打视频我告诉你了，对吧？我说我发高烧特别难受，你还不说你赶紧回来，就让人觉得心里边不痛快。不是那个女士，你这就烧了3天是吧？他都不在。对，后来就是妈妈退烧也好点了，他回来了。他回来以后，他也没有说跟你道个歉，问问你退烧了吗？啊，你好点了没有？后来我可能就生气嘛，我就数了他2句，我说你看你，我这发高烧，你也不回来，你就去了那么多天，他就不爱听，他扭头就走了。好几天以后才回来，冷战就是冷战。
还有就是朋友请客吃饭，我们一起去吃饭，当然肯定也得喝酒，我就不爱看了。我就说你们吃饭为什么一定要喝酒？哪天你再看了？哪天我也不爱看，我就坐那我就问他，你吃饭就得喝酒吗？后来他就觉得没给他留面子，无酒不成席，他就让我走，那我就走呗，我扭头就走了。有个车过来，我们没看见他，他就给我撞了，碰了一下，嘛事儿也没有。他一听那个，他就总这样，他就听见那有动静，他就过来了。过来以后呢，我就说，要不是因为你喝酒，我能被车给撞吗？然后那开车那司机，我喝酒他拿着撞，我撞。对，我要不跟你去晚上喝酒去，那我能撞吗？然后我就给我闺蜜打电话，我当时腿就挺疼，走不了嘛。然后我闺蜜陪我去医院看这骨折没骨折的事儿，她连问都没问。哎，先生啊，我记得刚才那个小片儿，你说你是就是还想好好在一起的，你是让他来泄火，就发泄发泄就行哈。那我咋觉得他说一句你怼3句啊？你可是一句也不让他。我肯定得跟他怼呀，有好多事儿就不服气。他认为他自己做的都对啊，我没认为我做的都对。你不怕把嘛事儿都掰扯清楚了？你不怕把女朋友给怼跑了呀？你这么怼一句都不让。现在也不跟我提结婚了，一开始我跑得快。我说什么意思你明白，就非得跟我抬这个杠。他就跟谁都抬都怼。没抬杠，没跟您抬杠。你把他怼跑了，怼的离开你了，你不怕呀？一句都不让，那你还怼？我看他一点也不怕。他以前还老跟我论事儿嘛，咱不就是论这事儿？以前刚跟我在一块儿时候，还跟我说咱俩结婚吧。啊，对。然后我也没有孩子，然后就想跟我要个孩子，现在也不提了。我对婚姻这一块儿，你可能不了解我，本身我就离完这个婚，我就打击我很大。那你不能影响我呀。然后咱俩也达成过共识，不要这么快的。但是你给我个承诺也行啊，你告诉我以后。那都是骗小孩的，那都多大了？可是我就想要这承诺。咱都经历过婚姻的失败。这个女士有什么想法关于结婚这件事儿？咱今天就把这都敞亮的说出来呗，就是好好跟他过，要不我也不可能融入他们家庭。你希望多长时间之内结婚？还要不要孩子？要孩子多大年龄？你都36了嘛，那再不要就高龄产妇就是孩子这我认为就是可要可不要啊，因为他有个儿子，我也挺尊重他儿子的。如果我们俩要是再要个孩子，我怕回来儿子多想。哟，那这还挺为他着想的哈。啊，那结婚呢？你有自己结婚就是也不用这么着急，就是在一起有个3、4年以后。先生呢？我觉得人女生在这个方面挺好的，他也有好的地儿。说结婚的事儿呢，你的想法是什么呀？我想法不就是俩人在一块儿好好过日子？结不结婚啊？能结婚的情况下，肯定是结婚。啥时候能结婚啊？这个东西时间问题，看你心情。这么多因素在这儿了。那你现在说说吧，什么因素让你家庭啊？啊，行，先生，咱这么说，现在什么因素让你觉得还不适合结婚？现在的这个家庭状况，孩子这个的不稳定，包括上学呀，干什么，然后加上我这个工作的收入。等一下，先说孩子不稳定。孩子上学嘛的，我一心现在都钻在这儿了。你不是孩子和父母一起生活吗？是他和他生活，但是我的孩子，我得操心啊。这和你结婚不结婚有什么关系呢？你结了婚就不能操心了？结婚，哎呀，这个结婚不是说到那儿领个证就完了，情感现在这不就出现矛盾了？这变化太大了。我听到也就是他不让你喝酒。不是你一个人说我变化大，我所有的朋友都知道我变化大。啊，那是什么让你有这样的变化呀？生活压力挺大的吧，因为我毕竟，包括跟他认识以后，我们在这个处对象的当中，这也算一个家庭，然后那边也算一个家庭，我现在挺为难的，力不从心有点，就是力不从心了。哎，对，挺累的，操心操的也多，走脑子也多。这网约车能问一下怎么不开了吗？不太好干。那然后我不肝上也有个那个瘤嘛，人一大夫就是不建议我长时间开车。肝上有什么？有一个小瘤，所以我就不开了。还喝呢？不建议我长时间开车，所以我就不是。那医生有没有建议你不要喝酒？也有建议。那你为什么只听头一个不听这个呢？那不就诚信吗？这不这。哎，你别说话，无话可说了。我生活压力大吗？那现在工作是什么呀？我自由职业，平时有时候跑那个车，跑婚车。我朋友就是干婚庆的。稳定吗？还基本算稳定。一个月大概多少收入？5、6千的收入吧。比开网约车呢？比开网约车好。哦，我最后还是没有，就是听个特别明白啊。女生，你帮他总结一下啊，他不爱你了，他没有那么喜欢你了，还是他在其他方面生意不顺利了，还是怎么了？就疑心太重，天天都。可问题你做那事情就是让人疑心重的事情。天天猜谜语在的猜。咱说具体啥意思啊？疑心啥呀？
一进啥就像他们家那个全家福就是例子，这不就没拿我当自己人吗？过生日也没要去，这怪我疑心重吗？究竟是疑心重呢，还是真没有那么爱？到底要不要走入婚姻？这感情出没出什么问题？先问一下你们俩对这哥哥姐姐了哈，有什么印象？我觉得这个姐姐挺好的，挺包容的，就是对待这个爱情也挺执着，确实想这个走进这个大哥的心里儿。这个姐姐吧，我作为女生特别理解她，特别爱一个人嘛，就想跟他成为一家人。我觉得想跟他结婚也没有什么错，但是感觉这个大哥就是现在没有结婚的这个心思，不知道是出于什么方面的考虑吧，就感觉看不出来他想跟这个姐姐结婚。所以你俩其实都理解这个姐姐的哈，想结婚人家很正常，是这男生有点不知道卡在哪儿了。哎，老师们觉得他俩的关系到底卡在哪里了呢？他为什么这么恐惧你喝酒？父亲喝酒没了，前夫喝酒没了，现在有个男友，他当然怕你喝坏了健康，他建议你少喝或者不喝，我想是有道理的。我认为他这完全是为你好。这个女士，我看到了她的包容、妥协、迁就。你不想要孩子，她将来也可以承受，这是很多女性做不到的。就说她和你的孩子，她能相处得如此好，孩子又这么喜欢她，而你呢，你和前妻还真的不见外，尤其是自己有了女朋友以后，怎么不顾及一点她的感受呢？另外，很明显你是不想走进婚姻的，过一天是一天呗，喝酒呗，反正我现在不如意呗，孩子很可怜，旅游又是孩子。你说现在孩子在成长，11岁多，但是要结婚的理由很充足啊，他和孩子关系好。如果你们2个人成家了，多一个人照顾你儿子不好吗？这难道也能成为理由吗？所以你是很显然的是不愿意走进婚姻的，不管他怎么退怎么让。说一句话，不要欺负这个善良的女士，明明白白的告诉她，让她自己对自己的今后也有一个盘算。如果她不愿意这样陪你的，她也可以去寻求自己的幸福，自己的爱情。我觉得男士，你真的在这段关系当中，其实不是在这段关系里，你在自己的人生计划当中，我觉得你现在都是消极的。但是女士是积极的，有的时候问题摆在那里，不是说这个问题只有一个答案，而是你怎么理解这个事儿。我们会有无数种答案，比如说他不让你喝酒，他是怕你没命，而不是说阻挠了你的社交，他真正的意图是可以和你长长久久，而不是为了和你一拍两散。但是你的解读是你制造了矛盾，我们2个人现在相处不了，问题摆在那里头，那我还能相信婚姻吗？你说你的解读和他的意思究竟有没有达成默契呢？没有。我们再来说，你喝酒了，不理智的状况下去见你前妻了，你是为了说你看我撒酒疯的时候，我跟我前妻才这样这么没礼貌，我跟你不这样。但是你有没有留意到他的第一反应不是猜了你不忠，他只是觉得这样做不体面。那么如果换作这种理解去解读他的话，你是不是又能够知道你想象他做法的那个背后答案有点狭隘呢？对吧？另外呢，在这段关系当中啊，孩子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你很多表达的挡箭牌。一方面说你把孩子宠坏了，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什么，你怎么不跟我商量？你真正害怕的是你的能力拖不住欲望已经增长了的孩子，那是你对自己能力的不确认。还有就是孩子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你内心对自己现在的这个状况是一个低的评价。孩子像镜子一样，你觉得把孩子要是宠坏了，什么都顺着孩子了，那么你可能反而会伤了孩子。其实你怕的是镇不住孩子。但是你知道儿子对于父亲最好的关系是什么？是他崇拜你，你才能够带给孩子一个很好的滋养，很好的抚育。他和妈妈的功能不一样，所以你真正应该关注的是你怎么从现在的这个状况当中摆脱出来，变成更好的样子。
而不是去质疑他，你凭什么要这么对我？你是把你的重心和你曾经对于婚姻的失望折射到他这儿了，别把希望从自己的生活当中像挤泡泡一样挤出去，最后连自己都挤出去了。我觉得你可能需要把消极变成积极，这段关系是可以走下去。先生为什么离婚啊？感情不和了吧？和喝酒有关系吗？有关系。就人家不跟你过了。谁提的离婚？女方。所以嘛，是和平离的还是诉讼啊？和平。就人家不跟你过了，是吧？我房子孩子我都不要了，就不跟你过了。你说上一段婚姻对你的打击很大，我承认，就你没把这日子过好。对。过到最后，人家不跟你好了，你其实挺受伤的哈。对。所以其实你是在这个又一个好女人身上找补呢，找补给我前妻看，我找到一个好女人，我有能力改变，我去开网约车，我少喝酒，我好好过日子，我是个好男人，我让你后悔的肠子都青了，你跟我离，有点这意思吧？有点。所以你别耽误又一个好女人呀！你是跟他好了这1年半载之后，你原形毕露了，你别怪我说话难听啊！没事。原本的你就是个混世魔王，你说本事吗？聪明劲儿吗？有，能干劲儿有，但就是个混世魔王，好喝好吃好砍大山吹大牛，好交朋友，好无所事事，好不务正业。你这半辈子就这么过来的，你爹娘给你托底，帮你带孩子，给你供房子，我说的没错吧？对。你好容易上一段婚姻给了你这么大的打击，你想重新做一个好男儿、好父亲了，那您倒是坚持下去呀！才过了多久啊？那混世魔王劲儿怎么又出来了？别混了，都碰到一个好女人了，咱好好过，行不行啊？女生，你听我要跟你说的了吗？你是想好好过日子的人，他不是，你不能跟他拖着耗着，所以你应该麻溜说对不起，我不跟你混了，我是过日子的人，我走。但你真走了，也许他就又受到了打击，他还真就追了，又变成好人了啊！我也要跟你好好过日子。至于这样一个猫和老鼠的游戏哈，要不要继续玩，这个看您啊。但是我给您分析完了，就是这么一个现状，我并不看好他能改。前妻再婚了吗？这也不知道。说不知道就是没有。真不知道。不可能，你的儿子也会告诉你的。如果结婚了，你也不敢跑到人家家去闹。当场不就变成了前夫和现夫解决问题的事儿，还能轮得着你去找个现女友吗？你们家那个照片是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是你们全家都在等前妻，你的内心也在等。你是因为好面子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儿，但是你心里爱的女人是那个。在你喝多酒的时候，你非常恨自己要去找她，但你控制不住。你是希望这个全家福留在这儿，这样前妻每一次来探望孩子的时候，看一眼全家福，心里刺痛一下。你要让前妻懊悔，是他离开了一个叫家，是他把你们放弃了。这也是为什么每一次的生日的时候，你会邀请前妻和孩子们一起过，但女朋友不能参加。你所有营造的氛围都是在等着那个离开你的女人后悔，你一定要等她说出一句，当初是我没有耐心，没能等你成长，没有给你机会，没有陪孩子一直长大，是我太残忍。你在等这个，所以你怎么可能做先走入婚姻的人呢？你要是进入了婚姻，这一幕永远不会发生。你要是进入了婚姻，那个全家福上那个女人就会变成一个外人。所以很多时候兄弟啊，咱得诚实的面对自己内心。他的确在你寂寞的时候，在你情感需要一个扶持的时候，是个很好的陪伴，但在咱最疼最狼狈喝多了以后最混沌的时候，想起来的那个人才是你没放下的。然后说回到女朋友身上，你既然不打算跟他生一个共同的孩子，你跑去照顾人家的父母和照顾他一辈子干啥？你跟他谈一辈子恋爱不好吗？非得裹上这些个责任吗？如果我不想要孩子，我这一辈子我愿意给其他的小朋友做后妈做阿姨，那我就做一个可爱的阿姨好了。我不要把他的人生接过去，因为我永远不可能像他亲妈那么样对他。不就这么简单吗？所以为什么要拧巴着让这一个男人一定要按着未来的丈夫的标准去要求？我接着米娜老师说哈，如果米娜老师说的是对的，他就一直在等他前妻呢，
那女生，你猜他前妻会跟他复婚吗？不会啊，不会，为什么？我觉得有时他还挺爱我的。哦，你觉得是因为他爱你，并不是因为他不够好。我告诉你啊，甭管是婚姻还是生活，最重要的2个字儿叫希望。但是我从他身上看不到任何希望，他自己也看不到。兄弟，你本身现在的工作就不稳定，你不可能稳定的每个月拿5、6千块钱，不可能，对吗？还说比网约车挣得多，吹牛吧！你现在工作不行，身体不行，前途没有，然后呢，婚姻也很破烂。你现在对自己是完全颓废的，酒是解不了生活的渴的，你在逃避问题，借酒逃避问题，你不顾自己的身边的爱你的人的看法，你不顾自己的身体是否能承受，你完全没有希望。所以你这么一个人能给周边的人幸福吗？给不了。最可怜的是孩子，你的女友可以离开你的，你清醒一点的话，你应该离开她的，但孩子离不开你。所以兄弟，你不是为他，因为我跟米娜老师观点一样，你不爱他，但你总应该爱孩子吧。你对前妻可能有眷恋，但他对你已经失望了。如果真的能想要被爱的人去爱你的话，你先得爱自己，然后你要为了你的孩子更爱自己，多跟孩子在一起，多锻炼身体，戒酒，找一份稳定的工作。如果不爱这个女人的话，就离开她。这是一个单纯善良的人，不要伤害她，好吗？就这样。好，你们去思考一下啊。谢谢我们2组嘉宾请交换位置。本期第2对情感嘉宾，小妍22岁，来自河北，待业；小王22岁，来自河北，培训老师。他们遇到了怎样的感情问题呢？你和他的感情出现了什么状况？我们俩现在相处半年多了，现在就因为一个误会，他就在精神上虐待我，我怎么解释他也不听，我快要被他折磨疯了。这根本就不是什么误会，他心里还装着人家呢，明知故犯还理直气壮，情绪不稳定，还特别的极端。你俩来参加节目的诉求是什么？我想和他重归于好，我在弥补他，我想赎罪，但他根本不在乎，我想把事儿说明白了。我很专一，而且我有感情洁癖，我迈不过心里那道坎儿。我也想听听各位老师的意见。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哎呀妈呀，这是犯了多大的错呀，都得赎罪了哈！我俩现在就是他一直在这精神上虐待我，一直折磨我，我这还受不了了。我现在就想来这儿，就是问问各位老师的意见，给我指条明路吧。就他自己干那事儿，我都不知道他敢不敢跟你们说。他明显不敢嘛，任何一个女生都接受不了的事儿，真的。前半个月他朋友过生日，然后就邀请我也一起去嘛。但是我那天正好有一节晚课，我就是下班晚了点儿，我紧赶慢赶着呀，就是他们已经就是上一场吃饭已经结束了，去酒吧了，我就想去酒吧找他们。结果我看他干啥了？你要是那天不上那个晚课，你跟我一块去，根本就不会发生那样的情况。哎，你别解释这么多，你就跟老师说他干啥了？你干啥了？根本就不敢说。发生了什么？对呀，对呀，发生啥了？你说。就是那天我们一块去聚会嘛，然后在那个酒吧里面，我前女友就是看见我了，她就一个劲儿跟我喝酒，然后我也躲也躲不开，她一个劲儿往我身上靠，她就亲了我一下。那个我也喝了特别多酒。亲嘴，我都看见了。是他非得要亲我的，我躲开了，我朋友什么都可以证明。我当时在那个酒吧门口，我看着那人像他，然后我就在那观察他，我就想看他到底想干啥。结果人家跟那女的在那搂搂抱抱、推推搡搡的，最后2个人亲在一块了，就亲嘴。我可以给他调监控，我也可以给他让朋友证明我是推开他的。而且再说，老师您看他往那儿一站半个小时，也啥也不说，就往那儿一杵，这不精神上监视我了吗？如果你要是第一时间上去制止我，根本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哦，你犯错了，还他没有制止你是吗？他还送他前女友回家了呢，那天晚上。你不是都去了吗？
但我去了，他就当着我的面，他说要送前女友回家，就把我当成空气那种，就把我晾在旁边。那你怎么表达？你就允许了？我没有啊，我当时就是我是当时想着他特别好面子，他这人自尊心特强。我当时想着大家因为是同学聚会嘛，我怕他那个丢面子，我不想在那跟他大喊大叫的跟他撕破脸。但你是他的女友啊，你完全可以去彰显捍卫自己的情感主权呐。对，你也可以一起送啊。对呀，送了吗？送了。你去了吗？没去。我特别生气，我就先回家了。老师，我跟您说，因为那天大家都是那个在过生日嘛，都是奔着开心去的嘛。然后我当时朋友也跟我喝，他也跟我喝。当时可能我喝的有点多了，就是。哎呀，不解释了，听明白了吗？喝多了，然后就亲一块儿了呗。对。那结束了都是他亲的我，我已经推开了。你说过你就想说失控了。为什么还要送他回家？因为那天我们已经喝多了嘛，然后我也其实那天喝的也挺多了，因为我们是他就一直拿喝多了当借口当理由。那为什么不送女朋友回家，要送前女朋友回家？喝多了你还送人？因为当时我已经喝多了，我没有意识了，我不知道他来了，然后那个女生就一直搀着我，就一直还是说你已经喝多了，你忘记谁是你女朋友了？老师，因为那天我不知道他来了，因为他是后来的，我们当时已经喝了。你刚才说喝多了。但是喝多了怎么还可以去送你的前女友呢？是他那个扶着我，然后就是非得要拉着我。小伙子，不在于他来没来，而是你知道这事儿该不该做。他说了吗？喝多了，他说了喝多了，对你刚才一直在强调，我不知道他来了。去前女友家留宿了吧？你反正也不知道。他没留宿倒是，他们就是打车去的。然后他那天晚上回来了，下车时候不吻别，是没有老师。那谁知道呢？就知道第二天醒酒了之后，人家。那你看我特别生气的在那儿，是不是应该询问我一下？基本的询问都应该有一下吧？没有，看了一眼手机，然后跟我说啊，那个谁谁谁给我发信息，说我前女友喝多了住院了，咱俩一起买点礼物去看看她吧。去了没？没去，我没去，结果人家自己去了。老师，您听我说，他自己去了。因为那天是他跟我一块喝的酒，主要跟我喝的酒嘛。然后现在人躺在医院上面，躺床上了，多多少少如果从法律上讲，我感觉多少有点连带责任。哎，我就想着，你不是说你去之前他已经喝高了吗？对。你刚才是这么说的，怎么现在又变成主要是和你喝的酒呢？因为当时我们就是一块喝嘛，然后他就一个劲儿找我喝酒。男生有时候找借口。我们找的稍微扎实一点，对，至少前后对得上。你刚才说的很清楚，是一帮同学喝酒。对，老师。那么你是其中一个，对，为什么要你承担责任？老师，您先听我说。当时我是想着，因为我是有女朋友的人嘛，我肯定是不能自个儿去啊。然后我是我朋友叫我，然后我们就以朋友的名义，就是一块儿去看着他，去看看人家，别出点啥事儿啥的。行，这事儿我们听懂了，反正听起来。是个小女生，可能都会挺生气的哈。至于你这解释，哎呀，行吧。然后他就怎么精神虐待你了？老师，因为我有个兄弟嘛，然后我们都认识，家里经济条件啥的也都挺好，然后人也挺不错，他做饭也挺好吃。他那天发了个朋友圈说，我做饭这么好吃，谁想来尝尝？然后人家倒好，人家就直接就是在朋友圈评论说，我愿意去，我愿意去。我寻思着你就开个玩笑呗，朋友之间的，没想到人家真去了。我吃个饭就不行了，他不珍惜我，那有的是人想珍惜我呢。再说了，根本就不是他想那么龌龊。情况是这样的，老师，就是我和我另外2个朋友在一起嘛，然后我们也认识这个男生。当时他在朋友圈发了之后，我们一想，我们几个人也很久没聚了，就说上他们家吃个饭，他就觉得有问题。那我当时看到他跟他前女友亲在一起的时候，我是不是应该就上去扇他两个巴掌才解气啊？应该。我现在真后悔了。那你的当时的选择是站在旁边不动？我就想给他留个面子。你也不跟老师说你们4个人啥关系？他们一共是4个人去的，然后其中有一对情侣，然后那个男生和他就是他俩现在是单独，你俩在干啥？组 CP 呢？那个男的就是平时我俩在一块儿嘛，然后也说挺羡慕我的，你女朋友是这个好那个好。这话里话外的意思不都是觉得他挺好，对他有点意思？那明知偏有虎，还向虎山行。你知道他喜欢你，你还非得找人家去？那是你觉得有虎，他不是。对，我觉得我们那个男的确实也对他有点意思，老师。我觉得你没明白，我说的是你明知道山有虎，是你觉得那是可以和你竞争的人，但对他来说就是一个追求者。没有，人小姑娘刚才说了嘛，你能跟前女友亲一块儿，我还不能跟你好兄弟吃顿饭吗？你就是要折磨你呢。是他就亲了我一下。哎呦，不说亲这事儿了，我听得脑袋疼。你别说了。
就这事儿，你觉得算是精神虐待啊？后面还有别的事儿呢。还有呢？那来你讲讲，还怎么折磨你了？因为他去了嘛，然后当时我又挺着急的，然后他就觉得我情绪特别激动。他就不想着给我留面子，你看当时我给他留面子了，他当时知道了之后给我打电话，我跟他解释了是什么原因，结果他把电话给我挂了，然后来这男生家凿门，当着那么多朋友的面就是羞辱我，说我什么不知廉耻那种话，我当时就觉得他这人情绪特别可怕，反正我当时就觉得我看错人了，我就觉得我当时眼瞎了，看上他。哦，他还去闹了哈！你这当时就完全不顾我的他在酒吧弄那出你都没闹是吧？结果他跑来闹。对。因为我真的特别在乎他，我怕他被别人抢走，然后我就真的特别着急。当时因为我喜欢一个人，情绪啥的可能就会控制不住。行吧，还有啥两个人相处的不满呀？就是那天他一直觉得我这个不行那个不行的，然后。那天就是送外卖送单的嘛，正好派到他们学校了。我寻思着跟人家好好说见一面呗，然后结果人家就看见我了，就啥也不说，直接就走了。本来我就是现在就处于待业，本来我现在就处于待业状态的，就只能送个外卖靠这过渡。然后白天我还得就是找一些这个面试的信息啥的，准备面试。他就感觉他觉得就是嫌贫爱富，觉得我不如我那个兄弟。我为啥要跟他说话呀，老师？我刚才跟您说了吧，就是他当时羞辱我，我当时就想好了，我绝对不会再理他。我确实认出来他来了，但是为啥凭啥是我去先舔着脸跟他打招呼呀？他也没理我呀，我就觉得他这个人就一点认错的态度都没有。然后人家当时看我没理他，还打电话质问我，上来就问：“哎，你刚才为啥不理我呀？你嫌弃我是吧？嫌我丢人？”然后我就没搭理他，我直接把电话给他挂了。他在朋友圈里边骂我，在朋友圈里边发了一个100多字的小作文，说我什么拜金女、虚荣、嫌贫爱富，就这种话。啥叫我发的小作文内涵你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你好好说一声也行啊，直接给我挂了。那我凭啥要跟你说话呀？你也没好好的态度啊。本来我是想奔着和好去，我说跟您我没看出来你想和好，咱好好说说。我没看出来，我不想跟你说了。那我发小作文，我根本就不是想内涵他，我只不过是想把那天的事儿梳理一遍，然后再说明一下。你还有这个做了什么事儿，为了向他证明你是爱他的啊？那场是个误会，还做了什么努力吗？老师，因为他上一次过生日嘛，然后也距离这个咱们来这个节目也不远，然后就在最近的时间嘛，我就想着借这个机会嘛，然后好好弥补一下他，准备一个好点生日礼物给他。本来因为现在没有正经工作，我就只能跑外卖，然后就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去跑外卖，跑了1个多月，风里来雨里去，好不容易攒了2000多块钱，我拿那个血汗钱买一条项链，想给他当生日礼物，我给他了，人家倒好，直接就把那个生日礼物给她闺蜜了。就说我不要了，给你了。我当时我都心都碎了一地，我都没想到他能这么做。我根本就不喜欢那条项链，而且我平时不喜欢戴首饰，就项链我更不喜欢戴，我就觉得特别束缚我嘛。然后他这人就特大男子主义，就当时没了解我喜欢啥，直接就说这项链你必须收下。就他觉得好的事我必须觉得好，他就是道歉的方式我必须得接受，我要是不接受他就爆炸。你可以不喜欢，但你收起来嘛，一份心意，干嘛送人啊？他当时在我们家门口说的呀，他就是把那项链直接拽我手里了，人家就说你爱要不要扔了吧，这是他道歉的方式。那谁都有生气的时候。啥？那你跟我道歉，你还配生气吗？啊？然后当时我就想着，那给我闺蜜吧，挺贵的东西，我自己带着，我也不带，我看着还堵心。其实这些事儿就发生在这1个月左右呗，就自打你们上次酒吧出现那个一幕啊。对，就是好像各种事儿都不对，怎么做都不对，是吧？对，我就是怎么着想弥补他，他就觉得我不对。你还做了什么弥补吗？就是逗人家哄人开心。就前段时间嘛，他说他想看日出，因为我是送外卖嘛，每天都起早贪黑的跑单子啥的，然后他就是挺不开心的。我说正好借着这个机会，我说带你去看个日出。他说咱俩现在啥关系啊？这么尴尬，我得带上我闺蜜。我说行，那你就带上你闺蜜呗。然后我说我怕她那个没面嘛，我说来回费用啥的我就全包了，你就不用操心了，你就咋玩开心，怎么舒服怎么来就行。我就开了车，我们就一块儿去那个景区了嘛，一块儿准备去看个日出。因为全程当时就是我一个人在开车嘛，当时因为特别累，到酒店去我那房间跟他约好之后，我就直接倒床上，我睡着了，手机我都没看。第二天我可能是因为太累了，然后起来晚了，我就一看手机打不开机，我一充会儿电打开了，一看手机时间8、9点多钟了，我就赶紧联系了找他人也找不着，我联系他俩是
根本联系不上，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然后联系前台，我说那个他俩人呢？说他俩那个现在已经那个出去玩去了。等我再见着他俩的时候，人俩现在已经开开心心的玩完了，完全忘了我存在了，就把我当成一个司机了。这你也赖到我头上是吧？是你自己说的吧？你自己没起来。那我为啥没起来呀？他自己说的，他自己没起来吧？不是你俩这个是从上次酒吧事件之后就谈论分手了是吗？没谈，就没从来我俩没正面说过就是分手这个问题。刚才不是说你们去的时候，你还说咱俩啥关系啊？咱俩看日出，咱叫一个就两个人闺蜜去呗。其实我自己心里边是开始审视这个人，是不是我当时就是没完全的了解他，是不是我真正喜欢，就是不是真正适合我那个人了。就我当时已经觉得跟他在一起，我有点不知道说啥了，有点尴尬了。那想过分手吗？我想过，但是我又有点舍不得。今天来的诉求是什么？其实今天不是我想来，是他想来。他一直觉得我精神上虐待他，但是自从发生那件事之后，我也不好过。我晚上睡觉之前一闭眼，我就是他俩亲在一起那场景，我头发真的就大把大把的掉，因为你是自己现场目睹的。对，我是亲眼看到的。所以男生要来的诉求是想让他停止对你的精神折磨，是吧？老师，我今天来，我不是为了别的，就是为了想把我俩之间这个误会解除，想把他这个心里这个刺儿拿掉。我俩在一起嘛，我家里人也觉得挺好的，挺认可我俩的。我俩也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我俩知根知底嘛也，我真特别喜欢他，特别爱他。所以啊，我可以为了他做任何事情。所以这喝酒误事儿啊，是吧？哎，这先生，对，你说这根刺儿还拔得出来吗？好，慢慢拔呗。让他们慢慢拔。对，还年轻。哦，就还是值得等一等，忍一忍啊，就继续被虐待是吧？对。女士呢？我觉得女士一般心里有刺儿了，很难拔出来。那你现在心里有刺儿不？我现在也有点刺儿了哈。行吧。那这刺儿到底能不能拔？咋拔呀？老师们给点小情侣建议吧。越界者往往是不会承认自己越界的，因为痛的不是他自己，而是别人。像这样的情况，你越说自己是误会，越换不来机会，因为这一幕发生的一系列的事情，他都是亲历者，在他的眼里就是被他抓了现行，这个阴影一辈子挥之不去。唯一的办法是离开这个男人。生活当中也好，情感也好，我们千万不要以暴制暴，以错治错。另外，我不相信一个可以在喝完酒送前女友回去的男人，他是醉酒状态，否则打车都打不了啊。我并不是说你故意，是你无所谓，你把他的感受当空气，所以在你心目当中，这个女生对你是舍不得离不开，你沾沾自喜，一直在享受着这样的一种情感状态。但是你想不到的是，就这么一段时间，您就感觉到了精神折磨。每一件事情，你怎么刺痛他，他怎么刺痛你。所以我认为毫无意思。你们两个人，我不劝你们学会放下。在这样的一种状况，最好的选择，那就是分道扬镳。哪怕以后你们走进婚姻，这根刺时时会拔出来的。我接于老师刚才最后这一句话，不是说将来你们走进婚姻这根刺拔不出来，而是即便你们将来不是和对方走进婚姻，在各自的生活里，这根刺也不一定能够拔得出来。因为你们之间所有的这种撕扯，都涉及唯一的一个词，叫做不忠。而感情是有排他性的，它不是说我们两个人在一起，你让我痛，我让你比我更痛，你让我痛一次，我让你痛无数次。爱情是一种情感上的美好体验，忠诚是行为上的选择。你们俩占哪个？如果哪个都不占，你们俩在这儿除了消耗你的青春以外，还在干嘛呢？刚才这位先生说得好，年轻啊，刺儿慢慢拔吧。我跟你讲，这刺儿你们拔不出来，因为你们年轻，所以你们没有拔这根刺的妥协的勇气，也没有这个耐心去等待。这个问题不是只有你们会遇见，其实这个世界上有很多白头到老的人，可能他们的婚姻当中也曾出现过这样的差池。
但是他们会选择珍惜，他们会想来想去，最后明白我要用我透明的行为去慢慢重新积攒信任，让这个事情真的能够埋在过去的时光里。他们会拿出大把的时间去修复。你们俩站在这儿，各说各的道理，谁在修复？所以说，站在这个台上，你们两个人先要想明白一件事情，不是说我们还想在一起，而是说你们到底有没有能力在一起。另外，我真的要提醒你一句，无论是男孩子说我要面子，女孩子说我也要面子，你们真的以为你们在朋友的眼中那么重要吗？如果你们纠缠在别人如何评价你们的这件事情上，并且会因为别人如何评价纵容自己犯错的情况下，那这个朋友对你们而言，对你们的未来而言，一点有益的价值都没有。你为什么不更换朋友圈，带来那些可以给你们更多向上引领和陪伴的人？如果是能这样的话，也许还能成长。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真的可能走到这儿就不是冷战的事儿了。我觉得没那么严重，我都觉得没啥刺儿，这就是你们生活日常，能跑到点头了。对，他居然生点头活日常正好被女朋友看到了，跟人喝酒，出去瞎玩儿，坐那儿就喝，喝完了说不定就你碰着我碰着你，是嘴碰一块儿的，手碰一块儿，咱也不知道。这是日常，日常就是这么轻浮，姑娘，你明白吗？所以他为什么拼命解释我是爱你的？我没有，确实没有，日常。但是关于你俩的情感关系没那么严重，谈不到刺儿。但关于你们俩个人成长、生而为人的事儿，那是个大事儿。小伙子，大学毕业了，一表人才，我可以这么说吧？女生喜欢他和他的皮囊有关系吧？长得像模像样，干的事儿没样。你别说我们看不清楚，我喝多了前女友。我跟你说，一个有边界感的正直的男生就不会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所以啊，男生你要去好好思考，为什么找不到正经工作。你老说我跑外卖，风里来雨里去，你去找一份需要和人交往，需要有社交关系，需要让领导认可、同事信任啊，在这个工作氛围当中协同工作合作的这样一个团队，人家不信任你。女生你俩是小巫见大巫，那是他的好朋友，你再跟他怄气，你和另外一对情侣跑人家男孩家去蹭饭去，那可是他的兄弟。真的，我觉得你也一样，你可能没他那么严重，但也要归拢归拢自己的生活了，是吧？做好自己才能谈好恋爱。所以我说没什么大事是指的你们俩没刺儿，是各自应该把你们心中那股劲儿，你们那个脊梁骨挺起来，好好做事做人，规范我们的边界，清晰我们的生活。这个阶段好好去工作，好好去恋爱，做一个健康的年轻人。我刚刚就想，武松喝完酒了以后就不找前女友，他去找老虎，因为他心里没有前女友。所以这个事儿咱别再赖给酒了。然后到现在我们也不想再说什么了呀，你们两个人这个爱情最好就掰了算了。我是很赞同女孩立刻跟他分手，他那个哥们儿如果还不错的话可以发展。这是个好选择。对，真的，因为你如果还有一个糟心的男朋友的同时，你去到他兄弟家，这事儿显得不地道。但是如果我去之前，我就给我男朋友发了一个，我们分手了，我就是受不了你了，并且我还是公开的，我直接他在朋友圈那问谁来吃饭，你是公开说的我吃饭，我没有阴错错的，我也不是独自，这个事儿就体面了嘛。你的男朋友反正在你心里头已经种下了一颗叫做不信任的种子，不信任这事儿是要命的，因为不信任会被时间喂肥，而不是被时间饿瘦。你会在自己状态不好的时候不信任他，因为我觉得我不美了，我不信任他，我担心有更美的。你会在他状态更好的时候不信任他，比如他找到了更好的工作，收入更高了，你担心他看不上你了，对吗？所以不信任是会被时间喂肥的。我们最怕的就是在爱情的最初阶段就种下这个，因为一旦种了，味儿就串了，整个恋爱就不甜了。
还会使两个人面目可憎，彼此都拿出彼此最讨厌的样子。你们以为叫做折磨对方，其实折磨的都是自己个儿，蹂躏的都是自己的心。女生以为我是在踩了一脚刹车，慢慢的停止我们的爱情。我按说也想华丽转身，看着他吻前女友那一夜，我就扭头就走，对吧？但我心很疼，我舍不得，所以我给他时间改，同时我也让自己慢慢的停下来。你一定这样安慰过自己吗？但是你却忘记了一个叫沉没成本。女人很容易在沉没成本里头越坠越深，就是你以为你在刹车呢，但你在投入时间。你投入的这一个时间使你觉得我一旦放手了太浪费了，我在他身上都花了2年了、3年了、4年了，他是一个渣渣，他是一个烂人，但是时间花了这么多，这都是我的宝贵时间啊，我不能白花，他哪怕是个烂人我也得领回家，这就完蛋了。所以我建议还不如一个急刹车，在那一刻看到我们就走了，就管他是什么乱七八糟的，总之在他和前女友2个人贴近到我无法接受的距离时，我们的恋爱就结束了，我就变成他前女友了，好吧？华丽转身，别慢刹车。女生，我想跟你说2句话。第一句话呢是不要用别人的错误来惩罚彼此，这样爱会变成债。第2句话就是一个人有边界，我认为你没有。你如果有，在那一晚你看到之后，你转身就走了，就再也不联系，说我们就已经再见了，我们就结束了。有一个场景你一定要好好的去复盘，那天晚上你看到了他和前女友的暧昧的行为，你居然不上前制止，然后任由他送他回家，然后第2天他还要带着你一起去医院去看前女友，他怎么敢？所以他说他没边界，与其说他没边界，不如说你没界限。2个人的边界，他很低，你也不高，所以你们俩比着低。最终其实你的边界比他还要低。如果你的边界比他高的话，那天晚上你要不就走，从此决绝的不再往来，要不你就挺身而出，你告诉他你在做什么。可惜2者你都没有选，你的边界在哪里？你没有边界了，好，第2天他才敢说你跟我一起去看前女友吧。要真正你边界高的话，他不敢。所以不是别人边界有多低，而是自己的边界不够高。记住这点，未来会对你受益无穷。男生就不说什么了，一个不成熟的孩子以为自己无所谓的，其实呢你伤害了不少人呢，好像还是无心的，就是最要命。我们带着老师的建议，请2组嘉宾回到门后，看看你们的最终选择是怎样的。请回。欢迎登录优酷视频和腾讯视频来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欢迎登录微信，搜索“爱情保卫战”官微视频号，添加关注。每天晚上8点到10点，我们的导师会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的情感困惑来答疑解难，同时还有基本连麦互动。我们来看一下第1组嘉宾，他们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请开门。应该会出来吧。走了？没了。等等。啊？他们没了。对，我觉得可能女生是听明白了，出来是对的。其实可以不结婚，但是至少要相爱，也不够爱，好吧？也希望他们都能够找到各自生活的支点吧。啊，好好过日子。那么我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啊，有情感困惑的话，可以通过登录微信的账号来搜索我们爱情保卫战官微公众号和视频号，那来和我们取得联系。记得啊，我们不收取任何的报名费用，小心上当受骗。好，看看第2组的选择会是怎样，请开门。情感问题无人倾诉，渴望专业的解答与指引，即刻打开微信，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爱宝小助理的微信号。每天晚8点，微信视频号官方直播间，资深情感导师暖心陪伴。前100名添加的朋友还可以免费领取情感沟通课。让我们祝您解锁生活幸福秘籍。这里不应该出来了吗？不能出来。哎呀，也没出来哈。我是觉得我们真的是保卫爱情，如果没有真爱的话，我们就不保护了哈。但是还是希望他们都能够拥有真正的爱情。好，感谢5位老师今天的分享，也感谢观众朋友的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